2026年第一枪，中国禁止给日本出口两用物项，谁敢给日本供货，谁就是下一个被制裁对象。1月6日，商务部重磅发布2026年第一号公告，宣布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最终用户出口所有两用物项，并首次明确激活了具有高度杀伤力的防转移条款。这一举措不仅是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激进立场的回应，更标志着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完成了一次从末端抗议到源头阻断的跨越。这并非一场简单的贸易战，而是一场旨在通过切断原材料和技术基因，从产业链上游对潜在对手进行去武装化的非动能战争。与以往的经济制裁不同，第一号文件不再关注贸易平衡或市场准入，而是直接瞄准了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它利用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和基础工艺上的垄断地位，向全球供应链发送了一个明确信号：任何试图武装日本的企业都将失去中国的资源支持，迫使全球企业在中国原材料与日本军事订单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从而在物理层面瓦解日本的战争潜力。外界普遍将目光集中在禁止出口这一动作上，却往往忽略了公告中最为致命的定语：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这一广泛定义意味着一切解释权在中方手中。在传统的出口管制中，制裁通常针对特定的实体或特定的商品。然而，这一禁令直接引入了基于能力的管制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即便日本的一家民用汽车制造商进口中国的稀土磁体用于制造电动汽车，如果监管机构判定该车辆底盘技术可能被改装用于自卫队的轻型战术车辆，或者该企业的生产线具备转产军品的潜力，该笔出口即可被否决。这种非对称打击的核心在于，中国正在利用某些关键原材料上的垄断地位，如镓、锗、重稀土、特种石墨等，对日本高度发达但资源极度匮乏的工业体系实施降维打击。该禁令的发布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成熟后的进一步措施。自2020年出口管制法实施以来，中国逐步完善了管制清单、许可证管理和最终用户审核机制。2024至2025年间，中国已通过限制镓、锗、石墨几体的出口，进行了低烈度的压力测试。这些前期的管制措施不仅测试了美日等国的抗压能力和替代供应链的反应速度，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理清了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绝对控制点。1月6日的公告，实质上是这些预演数据的实战化部署。它标志着中国出口管制从防御性合规转向了进攻性阻断。什么是两用物项？在普遍认知中，两用物项往往被简化为既能民用也能军用的物品，如卡车、无人机或高性能计算机。然而，在我国整合发布的138页中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中，两用的概念被极大地泛化和深化，构建了一个涵盖现代工业基础的庞大矩阵。其管制范围涵盖了10大核心类别： 1. 专用材料、化学品、微生物及毒素，包括特种前驱体、高能炸药原料等； 2. 材料加工程序，涉及精密机床、特种冶金工艺等； 3. 电子设计与加工，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光刻胶、基板等； 4. 计算机、高性能计算集群及相关架构等； 5. 电信与信息安全、加密技术、抗干扰通讯等； 6. 传感器与激光器、雷达核心组件、红外探测器等； 7. 导航与航空电子、惯性导航系统、飞行控制源码等； 8. 海洋工程、深潜器材料、声纳技术等； 9. 航空航天与推进系统、发动机叶片工艺、航天及复合材料等； 10. 其他物项。这份清单最令人战栗之处不在于它列出了什么硬件，而在于它包含了大量的无形资产，比如技术数据、工艺流程、源代码和算法。例如，清单不仅限制了用于导弹弹体的高性能碳纤维的出口，还可能限制了生产这些碳纤维所需的原丝制备工艺和氧化炉温控软件源代码。这意味着，即便日本试图通过第三方购买设备重建生产线，如果没有中国的工艺参数数据，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堆无法生产合格产品的废铁。要知道，清单中的特定物项并非随机选择，而是经过精确计算，旨在针对现代战争的关键节点实施限制。这种源头阻断的好处在于，与其在战场上对抗日本的先进武器，不如在其制造阶段就剥夺其核心性能。举个例子，迪和特是制造耐高温铝铁硼磁体的关键添加剂，这些磁体是潜艇经营推进电机和导弹伺服电机的核心。日本虽然拥有先进的磁体制造技术，但其重稀土原料高度依赖中国南方离子情况。如今我们通过禁令阶段重稀土供应，实际上是在物理层面限制了日本潜艇的深潜静音能力和导弹的末端机动性。一旦库存耗尽，日本将被迫使用性能较差的替代材料，直接导致武器性能降级。本次公告中最具破坏力的部分是对防转移条款的激活。过去，如果一家德国化工巨头购买了中国的稀土催化剂，然后转手卖给日本三菱重工，用于制造导弹燃料，中国通常只能对该德国公司进行外交抗议，或者在下一次合同审批中进行行政拖延。但1月6号的禁令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公告明确指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违反上述规定，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日本的组织和个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句看似平淡的警告，实则包含了3个层面的法律杀伤力。1. 域外效力，管辖范围不再局限于中国边境，而是跟随物项流转至全球任何角落。2. 追溯责任，只要物项原产于中国，无论经过多少层转手，最终违规流向日本军事用途，源头购买者都需承担责任。3.
穿透式制裁针对违规企业的制裁，可能穿透至其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这实质上是在全球供应链中设置了一个残酷的2选1开关，令到外国企业不得不认真掂量其中的利害，迫使全球所有中间商必须建立极其严苛的内部合规体系。为了规避风险，这些跨国巨头的合规部门会主动对日本客户进行过度合规和预防性断供，哪怕日本客户声称是民用，出于对自身供应链安全的恐惧，第三方供应商也会拒绝供货。总之一句话，日本被孤立了，而且这种商业性孤立比军事封锁更难突破，因为它是基于商业理性和避险本能的。中国这一策略与美国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PR 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打击维度上存在本质区别，因为中国在原材料端的垄断地位远高于美国在技术端的分散性，技术常有开源替代品，或者可以通过耗费大量时间研发出来，但地质储量和冶炼产能往往无可替代。这一反制的物理破坏力在特定领域甚至超过了美国的芯片制裁。日本常被视为高科技制造强国，拥有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等世界级军工巨头，但日本擅长的是中间加工，即将原材料加工成高精尖零部件。然而这一优势的前提是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例如日本的先进陶瓷装甲和耐热合金离不开中国的钨、钼、钽等难溶金属。如果该禁令严格执行12个月以上，日本自卫队的攻击系统和防御系统将会逐渐受到断供影响，威力大打折扣。这一策略可以说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它巧妙地利用了西方自身的逻辑，进行了矛头的反转。西方长期指责中国搞军民融合，以此为由制裁中国企业，现在中国就学你们的逻辑喽。既然你们强调这些两用物项具有高度军事敏感性，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地区和平，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严格禁止这些能提升日本战争能力的物资出口。如果日本强烈抗议，那就是间接承认了其进口这些物资就是为了扩军备战，那中国禁止则更加合情合理。切断中国廉价且高质量的供应链后，日本军工企业将被迫寻找昂贵的替代品，引发国防成本的指数级上升。例如稀土可能需要从澳大利亚运矿石到美国或马来西亚加工，再运回日本，物流和加工成本飙升5至10倍，这将导致日本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防卫预算进一步失去购买力。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一出大戏。既然国际上一直认为美日同盟，西方阵营坚不可摧，盟友会共进退，但在两用物项禁令的防转移条款威慑下，我倒要看看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会不会不惜放弃中国市场或自身的原材料供应，去给日本供货。